张雪峰老师走好。前2天张雪峰老师的去世引起了全民的哀悼。当天爆出了一些视频，那段9分钟的没有任何剪辑的视频，看得我一个大男人眼泪都下来了。对于爆出来说他失去了一位兄弟，对张雪峰老师的妻子和女儿来说，他们失去了一位好丈夫和好爸爸。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位说实话的好人。生命真的是太他妈的无常了。这次张雪峰老师的离世让我的观念有了很多的转变。在之后我经历了2件事情，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去世的第2天，周杰伦不是发新专辑了吗？当天凌晨我就买了数字版，后来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发买了200多的精装版的专辑，看到之后我就立刻跟着下单了。其实我购物从来都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但看到张雪峰老师去世之后我就明白了，人不是老了之后才死的，而是随时随地都会死的。所以当时我看到周杰伦有精装版的专辑之后，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我这辈子也没有为他花过钱，也没有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好不容易出了一次专辑我就错过了，那万一这是他最后一张专辑，他从此收手了呢？然后第2件事情是我初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球鞋嘛， B 站上什么恩佐呀、极客鞋堂啊、文鞋评、Xing 鞋道馆的测评我全部都看了个遍。到了大学就不怎么关注球鞋了，1年也买不了一双鞋，我甚至20岁生日都没有买。直到前天我刷到了我初中特别喜欢的一双鞋，其实一点也都不出名，但当时其实什么也不懂，也没有看什么测评，纯粹就是被颜值吸引了，很想买但又没有钱买。然后刷到这双鞋之后就去各个购物平台找自己的尺码，去找的时候刚好就有一双42码的，成色很新，我真的要疯掉了，过了6、7年还能刷到，还有我的尺码，那简直就是神安排的，攒的钱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冲动，所以也是一点犹豫也没有就买下来了。然后我又去 B 站上看了亚平宁的蓝色的测评，知道这不是一双好鞋，但我清楚的知道，如果现在不买，到时候没货了我一定会恨死现在自己的。这次买鞋的经历让我回想起去年抢孙燕姿的上海站的时候，当时是内地首场，抖音上也没有那么多孙燕姿演唱会的视频，热度不高，我就直接抢到了。但是因为我大学在成都，去上海很远，那场演唱会的时间也不是在淡季，机票很贵，导演不同意，反正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情况吧。抱着以后还能抢到的侥幸心理，就脑子一热把它退掉了。可是从那次以后，所有孙燕姿的演唱会我一场都没有抢到过，什么北京站、成都站、重庆站都没有，可能就是上天给了我机会，我不珍惜的惩罚吧。还记得当时找代抢都抢不到他的票之后，我发了一条 QQ 空间，然后我的一个好哥们跟我说，钱可以再回来，演唱会不一定能抢到，如果现在再给我一次抢到他演唱会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我管他是在上海还是在新疆，管他导人同不同意，管他机票贵不贵，只要抢到我一定得去。还有第3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自己特别喜欢的影视剧或者电影总舍不得看的，我经常有这个感觉，一直都舍不得看毛片。一共3季吧，我拖了半年才看完，就是因为害怕看完之后有戒断反应。但这1、2年目睹了方大同、张雪峰老师的去世之后，我觉得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这样子了。有喜欢的剧不看，那要留到自己带到墓里看吗？如果明天我就死了，还没有看到毛片终结篇的结尾，那也太遗憾了吧。我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当哈利遇见莎莉里的哈利每次看完书都喜欢先把最后1页给看完，自己一直不看，难道留着给鬼看吗？所以大家以后也不要带着负罪感去看剧看电影了。很多人包括自己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去看电影看剧就很有负罪感，很纠结，一边是考试，一边是自己想看了很久的电影。但是现在真正见识了生命的无常之后，我就这样想，万一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只能干最后一件事情，那这最后一件事情一定不是学习，因为我肯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全力学习而后悔，但我一定会因为那个我特别喜欢的电影没有看过而后悔。我突然想到帮我同行里的 Ted 说，这就是我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我一辈子只年轻一次。但与其纠结自己是不是这个年纪该干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干什么样的事情，不如这样想，朋友们，我们不可能比今天更年轻了，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就去做吧，管那么多别人的想法，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把每一顿饭当做最后一顿饭来享受，想笑就大声笑。
我就该冲动，我就该任性。